我们可能无法立刻拥有鹰的翱翔或鱼的畅游舒畅，但通过在日常生活中保持深刻的正念，我们可以逐步摆脱那些束缚我们的负面情绪和旧习惯，我们的内心将逐渐获得真正的自由，灵魂的花园也将开启无穷的可能。当我们能以轻松乐观的态度来实践修行，这条通往觉醒的旅程将会洒满阳光，布满欢声笑语。灵性修行的初步，如两马渐边影。在灵性修行的道路上，有人如同那两马，看到边影便知道该往哪走。这类人不需要过多的提示或是痛苦的经历，他们已经敏锐地感知到什么是对的，什么是错的，并能迅速做出调整。但我们大多数人其实更像那只钝驴，需要来点痛楚才会动，甚至有时候痛了也还不想动。当我们开始进行灵性修行时，我们可能会发现自己常常陷入一种拖延症或限制性思维的漩涡中。我们知道冥想、静心对我们有好处，但总是找借口逃避。这种现象完全可以用一句幽默的话来形容：我们每天都计划要变成更好的自己，但床上的自己总是比计划中的自己来得更舒服。然而真正的智慧并不来自于舒适，而是来自于我们在冥想、静心中那种全然的专注。当我们静下心来观察内在的世界，忽然间会发现那些曾经困扰我们的情绪、烦恼，原来都是过眼云烟。这时我们会惊讶于内在的平静与智慧。这就是如两马渐边影般的敏锐，灵性修行的第一步。知苦即知离开，静心中的智慧。说到静心，很多人会误解为静就是什么都不做，什么都不想，但实际上静心更像是一种观察，就像是我们站在岸边看着一条流动的小溪，溪水中漂浮的叶子、石头都在动，而我们只是在看住，不去改变它们的运行。这种观察的能力是我们认识到苦的关键。当我们在日常生活中遭遇挫折或不如意时，如果我们能像在静心中那样观察，就会发现苦其实并不可怕，它只是人生的一部分，就像小溪中的石头，不会永远留在一个地方，总有被水冲走的时候。这种观察让我们知道，苦是暂时的，而离开苦的道路其实就在我们心中。当我们能够从静心中汲取这样的智慧，我们的心灵就会变得更加敏锐，如同那两马看到了苦的边影，就知道要往哪走，如何避开。觉知能量与感受，在生活中点亮灵性之灯。灵性修行的另一个关键点在于觉知能量与感受。你可能会问，这和我每天的生活有什么关系？其实大有关系。我们每天都在与不同的人、事物互动，而这些互动中蕴含着各种能量。有些能量让我们感觉轻松愉快，有些则让我们感到压抑或疲惫。当我们开始觉知这些能量时，就能更好地管理自己的情绪和心理状态。比如，当你觉得心情低落时，不妨停下来，问问自己，我是因为刚才和谁说了什么，还是因为刚才看到了什么？通过这样的内观，我们可以发现那些影响我们情绪的因素，并学会如何远离那些带来负面能量的事物。这样的觉知让我们在日常生活中能够保持灵性上的清明，不再被情绪的波浪所牵引。当我们的心灵变得像灯塔一样明亮时，无论外界的环境如何变化，我们都能保持稳定，不被迷雾所困，远离限制性思维，放下心中的小剧场。灵性修行的过程中，最困难的一部分或许就是放下那些限制性思维。我们总是喜欢给自己设限，认为我就是这样，没办法改变，或者事情不可能有其他的解决方法。这种思维让我们困在一个小小的框架里，
就像是在心里编了一个小剧场，然后自己演得不亦乐乎。然而这个小剧场往往是痛苦的来源。当我们在灵性修行中学会远离这种限制性思维时，我们的世界会变得无限宽广。就像那只钝驴，终于发现其实自己可以走得更快更远，而不是被痛苦驱使着前行。如何做到这一点呢？很简单，当你发现自己又在编剧时，不妨笑一笑，然后告诉自己，这不过是一场心理的戏，真实的世界还等着我去探索呢。这样的幽默和放松，反而能让我们的心灵更自由，灵性修行也变得更加轻松愉快。修行在日常，每一天都是修行的机会。灵性修行并不是要远离现实生活，相反，它应该是生活的一部分。当我们能够把修行融入到每一天的日常中，我们的心灵将会变得更加敏锐和强大。比如，当我们在做家务时，可以专注于每一个动作，感受扫地时的节奏，擦拭时的触感，这就是一种静心的练习。而在与人交谈时，倾听对方的语气和情感，不急于给出自己的意见，也是一种觉知的实践。我们的每一个小动作，每一次心灵的波动，都是修行的一部分。当我们意识到这一点时，生活将不再只是日复一日的重复，而是一场场灵性的探索之旅。就像那只钝驴终于明白，不需要等到痛了才走，自己其实可以轻松地奔向目标。灵性修行以幽默轻松为伴，走向自由之路。灵性修行的道路上，智慧来自于静心，来自于我们对自身能量与感受的觉知。当我们能够放下限制性思维，远离心中的小剧场，灵性修行便不再是一件苦差事，而是我们日常生活中每一刻的愉快探索。或许我们无法马上变得如良马一般敏锐，但只要我们能在生活中保持觉知，逐渐远离那些让我们停滞不前的思维方式，我们的心灵就会越来越自由，灵性潜能也将无限展开。当我们能够以幽默轻松的心态来面对修行，这条路将会变得更加光明，更加充满喜悦。非常感谢您的观赏，喜欢我们的影片，欢迎开启好运四重奏，点赞、分享、订阅，以及最重要的开启提醒小铃铛。谢谢观赏，我们下次再见咯，拜拜。